自6月反攻以来，乌军仅损失了5辆豹二，还有10辆豹二受损，已经被送到德国和波兰修复。更重要的是，豹二的成员无一伤亡。这就有一个问题，豹二的防护到底有多强？为什么战损那么少？豹二抵乌后不久，俄军就公布豹二战损的照片。不少分析人士就认为，豹二不过如此。不过照片经常把事实放大到失真，实际上豹二的损失比俄军报道的要少很多。按照 Forbes 的报道，在过去13周的夏季反攻中，乌军仅损失了5辆豹二，分别是3辆豹 2I6 和2辆豹 2I4。瑞典的 STRV-12还没确定被摧毁，另外还有10辆受损，正在德国和波兰修复，修好后将送到前线继续战斗。同时，在被俄军摧毁的5辆豹二中，当时共有20名成员，没有任何人员伤亡，都能在坦克燃烧或者爆炸之前及时逃离出去。虽然看起来很不可思议，但这并不是一家之言。Oryx 网站的数据也是如此。按照 Oryx 的统计，豹 S 与豹 2I6 一共损失了15辆，同样是5辆被损毁，同样是3辆豹 2I6 和2辆豹 2I4，唯有区别是损失坦克的数量。Oryx 的统计中有3辆是损坏后被抛弃，这也没办法，位置不佳，无法被救援车拖曳，只能选择放弃。所以算下来，也只有8辆豹二彻底损毁。不管是豹二损毁5辆还是8辆，战损比都很小。目前豹二系列坦克有71辆在乌军前线服役，个位数的损失可以忽略不计。而且等到明年，另外14辆豹二抵乌就能弥补乌军的损失。不过，如果按照俄罗斯统计的数据，乌军的豹二已经没了，在7月23日一天之内就摧毁了乌军的15辆豹二、20辆 M2，也不知道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不过战报掺水这事儿是俄罗斯的老毛病了。俄罗斯国防部的战报里，摧毁的海马斯早就超过波兰现役总数，拦截的暴风营比英法库存还多。相信俄罗斯国防部的数据，不如相信 Oryx。当然，豹二的损毁能达到那么少，火力军也感到很意外。俄乌战场的环境对坦克很不友好，乌军损失的豹二几乎都在同一战场，也就是从小图克马奇卡往南到罗布基涅这一块约65平方公里的区域内，这里的战场烈度就不用火力军多说了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豹二的战损那么少？从受损区域就能看出来，豹二受损的主要原因就是地雷，大部分的情况就是履带与动力系统被破坏，其他部分完好无损。出雷之后，成员可以迅速撤离，然后通知后勤人员将坦克拖回维修。其次就是无人机，火力军一直说俄军地面部队没有野战防空系统以及航空兵部队掩护，只是乌军的作战环境跟俄军差不多，要不然早就平推到托克马克了。所以像柳叶刀这样的无人机，乌军很难提前预防。豹二被袭击，也只能说预料之中。没办法，时代不一样了。至于损毁的数量为什么那么少，原因也只有一个：防护给力。在乌军服役的豹二大多都是豹二 A4，没有额外的装甲改良，依旧是方方正正的炮塔，还有一小部分的 STRV-12和豹二 I6 舰型炮塔使用新的复合装甲板，但不管是哪一种，成员的防护都很好。豹二 I4 的弹药都是放在驾驶员左边的车前部分以及炮塔尾舱里。KMW 和莱茵金属给豹二的主弹舱加了一个防爆设计，当弹舱受到破坏时，会有一个泄压口，将冲击波与火焰向外引导，有效释放爆炸威力，同时防爆门保护成员安全。而苏俄制式的坦克由于弹药架设计的问题，在战场上经常被爆头。俄罗斯那边的坦克一般都是将弹药放在炮塔下方，弹药被诱爆后，炮塔就会被炸上天空，成员存活的几率很低。除此之外，乌军还为一部分豹二 S 加装了接触腰，单层的接触腰可以削减破甲弹一半的威力，最高可以提供400毫米的防护力。如果采用多层布置，最高可以提供600毫米的防护力。虽然接触腰的年龄有点大，但是俄军的接触5号化石以及乌军利刃与接触腰相比，也就对动能穿甲弹的防护能力稍强一些。对于化学能反坦克导弹的防护能力，其实跟接触腰几乎一样。而现在的乌俄战场，坦克最大的对手不是敌方坦克发射的动能穿甲弹，而是不同类型的化学能弹药。除了加装反应装甲，乌军还为豹 2I4 的炮塔正面安装了橡胶板，
可以提前引爆破甲弹，让锥形弹药产生的金属射流没办法接触受击装甲，从而削弱破甲威力。所以乌军的豹 2S 在防护上并不差，加上扫雷设施、火炮优势，仅仅损失5辆也不是不可能。不过说到这儿，就有了另外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豹 2S 的本身防护到底怎么样？毕竟成员的防护并不代表坦克防护。豹2的优势有很多，比如主炮威力大，火控系统精度高，特别是它的德制柴油发动机，体积重量很小，但功率又特别高，在公路上最高时速能开到70多公里，但就是没有防护这一点。听说今年3月份的时候，俄军士兵就收到了详细的打爆指南，还标记了豹2易受攻击的位置，里面建议俄军士兵首先破坏豹2的炮长瞄准具、烟雾发射器这些观瞄设备。按照这个指南，破甲厚度在500毫米以上的反坦克导弹可以从任何一面击穿豹2，甚至步战车上的30毫米穿甲弹也能在1公里内击穿它的装甲薄弱部位。虽然这有点看不起豹 2S， 但豹2前期的装甲确实一般。这里火力军先纠正一个错误啊，豹2早期的 B 技术复合装甲没有买英国的装甲技术，而是自己研发的，只能说借鉴了一下原理。不过因为第一次，技术自然稍微有瑕疵。豹2的防护性能大概可以分3个阶段：豹2 I1到 I3、豹2 I4，而这里面又有3次装甲升级，豹2 I5以及之后。从这里开始，豹2的装甲水平才开始有质的提升，装甲包也从 B 技术复合装甲发展到 C 技术间隙多层装甲与 D 技术轻重型侧裙板。所以豹2的早期防护大多是堆砌多层的高硬度钢装甲，后期的豹2型号才有间隔多层装甲以及重型防护群。其中1985年豹 2S 的装甲配置抗穿期望值300到350毫米，包括豹 2I1到 I3，C 配置的防护性能较好。大概是1987年后，豹 2S 装甲升级型配置抗穿期望值约为400到450毫米，较符合等重钢后445毫米的已知数据。第二配置的防护性能对应1992年豹 2S 装甲升级型配置抗穿期望值约为500毫米。第二配置的防护性能对应豹 2I5， 也就是德国 MP 方案，抗穿期望值约为600到650毫米。第三配置的防护性能对应 ST2V12， 也就是瑞典现在用的豹 2I5， 抗穿突破700毫米，实际超过800。德国 G2 方案的防护性能稍微次一点，炮塔正面抗穿为662到817毫米，抗破则有1475到1720毫米，但是也已经很好了。在豹2系列里， I1到 I3 型没什么名气，毕竟周期太短，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设备还在不断升级。真正被大规模生产的版本是豹2 I4 型。这个时期的装甲技术比较平庸，设计还是以成员生存为主，其车体和炮塔都是间隔薄板装甲。炮塔正面装甲相当于700毫米防破，460毫米抗穿，但侧面装甲厚度仅有大约150毫米左右。就防护来说，用脸吃一下 RPG 问题不会太严重，不过装甲不够尖端，缺乏对抗大口径 IPF-SDS 的能力。在防护方面，唯一的优势就是成员比较安全。在1979年开始量产之前，德国还对豹2进行了一些修改，其中就把装载弹药架和液压系统的炮塔尾部与成员舱用防汛爆隔板隔离，发生爆炸时，隔板顶部的爆炸保板将火焰和爆炸引向远离车组人员的方向，一定程度上防止弹药殉爆，导致成员受伤。车内安装有格莱维诺成员舱灭火引爆装置。可以说，豹2最初量产型到豹 2S 在装甲上基本上没有改动，防御在服役时处于中上水平。豹 2I5 全部由豹 2S 改装而来，最主要是正脸加装了一层楔形附加装甲，其切开了覆盖装甲模块的顶部，并插入新的装甲模块，由层压装甲制成的新附加装甲模块覆盖炮塔的正面弧，呈独特的箭头形状，也就是具有倾斜角度的肖特楔形附加装甲。这个装甲能增加抵抗化学弹，增加了最大处200毫米的动能弹抗性。从侧面厚度可以看出来，不只是 A4 脸上加一层铁皮那么简单。有消息说其采用了复合甲技术，侧裙也采用了改进的装甲防护，一层25毫米厚的碎片防护衬垫，减少了装甲被穿透时人员受伤的危险。豹 I6 正面装甲比 I4 有很大的提升，
其当初的设计指标为不弱于 M1A2、挑战者2、勒克莱尔等主流坦克的火力、防御与机动。所以装甲数据就算是掺了水，其防护水平在刚服役时是处于中等偏上，略弱于 M1。等到豹 2i7，楔形装甲就不是附加装甲了，属于主装甲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实心的。而且德国给豹2打出的广告可是360度防御 RPG， 有信心这样说，也间接说明了装甲防护上的改进。反正装甲是一直升级，但没豹 2A4 什么事。直到进入21世纪，德国为了推广自家豹 2A4，才开始将各国购买的坦克进行升级，思路就跟乌克兰一样，只是别人时间多，玩得更花，各种豹 2A4 的个性化魔改。其中智利陆军的豹 2A4 CHL 在原来的基础上将防御装甲进行了强化，并在车顶添加了防攻顶武器，同时加强侧面装甲的防护力。东南亚的新家其豹 2A4 SG 改为了适应城市作战的版本，在强化基础装甲的同时，还增加了一套加强版的 MIP 装甲套件。瑞典则是将原本的豹 2A5 升级为自己的 STRV122，加装了更牢固的车体附加装甲，搭配新的烟幕弹配置，其防护性与火力甚至比原版的豹 2A5 还要强。总的来说，豹2系列的防护确实可以，但只有豹 2A5 之后的型号豹 2A6、豹 2A7 就延续了豹 2A5 的楔形装甲，并一步步增强。像豹 2A4 这种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型号，只能在仓库吃灰。不过德国在援乌之前把那些储存的豹 2A4 进行了翻新，也不知道有没有加强点防护。不过就火力军来看大概率是没什么升级的地方，要不然乌军也不会选择加装接触衣。就目前乌俄战场的情况来说，已经上战场的挑战者2以及尚未抵乌的 M1 可能都比这些老式的豹 2A4 强。至于豹1这东西，装甲更薄，豹反都没法安装，反坦克装甲基本上一发一个。不过火力军估计豹 2A4 后面损失的数量不会很多。目前乌军已经突破第2道苏洛维金防线，相比地雷海洋，龙牙仅阻挡了乌克兰士兵1天，唯一对豹2有威胁的就只有无人机了。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豹 2A4 的防护属于什么级别？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也可以在下方指正。我是火力军，下期见。